能不能随着版本更新也能够蹭一蹭破百的感觉？答案是不可以。你不氪金还想上3位数？现在研究能力破百之后效果是如何。我们做一个严谨的实验，同时同地出发。这个是在友谊赛模式里面用卡洛斯速度101和999做个对比，可以看到101真的领先了1帧。给大家放大放慢，看这个区别在哪里。所以区别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跟身位。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只要你研究的足够细，就会发现这个测试结果并不是一成不变。具体看这份表格，我对速度99到101进行了详细的测试，每个能力经过测试都有出现不同结果的概率。比方说速度99有8成概率是660/5秒，有2成概率是660/4秒。本质原因是速度带来的区别已经超过游戏60帧所能展现的精细度，所以为了进一步精确，我们只能多次测试求平均值。可以看到速度101还是可以大致稳稳的领先991帧的。根据耗时均值求出实际速度，发现速度在突破100之后，还是遵循我们之前说的速度阈值理论，也就是速度在超过95之后，收益就很小很小了。加成突破系统让我们把这个图像终于拓展到了99之后，看看在100之后延伸出来的图像，也是继承了在95之后的放缓。由此初步判断，能力破百之后的那2点，每一点所带来的收益看来也没有特别的被加强。这个结论在后续分析中会被剖析得更加的清楚。下面我们来开始分析第3点跟第4点，风格与球员状态和我们这个加成系统是如何叠加的。新版的能力值系统在呈现上有一些区别，所以我先要说明一下。首先在这个加点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球员的面板原始能力，例如现在射门是82，然后把球员放进阵容里面之后，射门就变成了84，这个就是风格加成的2点。然后因为这个梅西有专项加成，所以他的盘带3项还有地面传球，就是在原始能力上先加上2点专项加成，再加上2点风格的 buff， 然后显示在面板。另外把球员放出阵容，就可以看见没有风格加成的能力情况了。在进入比赛之后，我们会发现新版本改动，就是比赛中不会显示状态加多少了，而在旧版是有的。所以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如今的状态加成会不会改了？待会儿的测试会给出答案。说到这，我们来捋一捋。原始能力会受到专项加成的影响，如果有的话，然后就会加上风格 buff， 一般来说是2点，加完之后就会显示在面板上。进入比赛之后会有状态影响，但这个影响现在不会显示了，影响完之后就是球员的实际能力。显然要研究清楚这状态和风格带来的1-2点影响，我们需要更精准的测试思路。方法就是盯准体力条，然后测试它每下降1格所花的时间。像体能101，在一般状态时，1格体能可以全速跑4又60/10秒。科普一下，实况足球体能条分为100格，下降是1格1格掉的。我们根据跑步时体能条掉1格所花的时间，就可以知道球员的体力好不好。而且无论球员速度快慢，体能消耗都是一样的。最妙的是这个测试非常精准。以上特性不妨通过这个实验来说明。身高速度不一样的2名球员，体力值一样，奔跑时体能降1格花的时间就一样。在热心小伙伴的帮助下，我测出了这一系列表格。首先我们来解读为什么它的结果线性关系这么好。测速度或者测控球的时候测不了这么好的线性关系。以速度为例，速度影响的是球员移动的快与慢，我们是测出半场跑时间去推出这个快与慢，所以其实测的是第2手数据，但体力值不一样。体力值的定义就是每一格体能能支撑球员做某项动作多长时间，所以在游戏内核中定义的就是时间，我们测的也是时间，这就获得了第1手资料了。另外一个也很关键的是速度啊、控球啊这一些，它们的影响是要结合整个物理引擎一起呈现的，要考虑球员的脚跟地面的交互、步距这些内容，所以实际效果就很难做成线性关系，但体力就不一样。下面我们开始分析加成突破。从体力99到100，从100到101，测的结果都是多出60/7秒，这跟从98到99是一样的。这就很清楚的看到游戏在设计时就是按照这项能力值在游戏参数内的惯用逻辑去往上加，没有给超过99之后的能力赋予任何特殊意义。这也解释了刚才测速度的时候发现速度100、101依旧未能逃脱速度在太高的时候收益很小的问题。然后风格加成的疑问也被揭开了。之前有一种猜想是
既然专项加成突破了99这个上限，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把原始能力就加高点，然后风格加2点，专项加成也加2点，最后就达到一个面板不显示但可能会存在的能力值103的效果？但测完之后发现是想多了，看一下这2行，原始能力97跟99最后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原始能力在经过专项加成和风格 buff， 然后超过101的会被去掉，超过的部分也没有实际效果。下面开始研究状态和专项加成的叠加，依旧用体力值来进行测试，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个图是我在之前版本的测试结果，这说明了游戏里面状态是会绕过能力值，额外的加强球员的体能的。大致折算一下，就是协上状态会加额外的5点，值上会加额外的10点体力，所以会看到比赛下半场往往是状态好的胜于体能多，这个机制特别容易误导人。我在21年一度以为体力值在当时是那一个能够突破99的能力值上限的例外，后来到22年经过画面上的这个测试才恍然大悟，之后我就用突破后的卡洛斯完成了一系列在直上状态下的体能测试，测试结果如图，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20%， 然后体能现在还是不影响双数的，而技能 buff 呢，就是指我们都知道的，比方说翻盘传球、超级候补、直传球、精确传中这些技能，具体的可以看我往期视频了。刚才的图有点复杂，我们也可以简化成这样的一个图，在面板能力之后，所有溢出的能力值虽然在开场时没有意义，但是考虑到体能 debuff，这些溢出值是会在体能条剩 50% 的时候有它的价值的。不过毕竟比赛大多数时候呢，体能条都是在 50% 以上的，太低了你也会把它换下去，所以还是在开场时就不要溢出比较好。如果你还要嫌啰嗦，那么就按照刚才的事例来处理，把你在乎的有专项加成的某项能力值加到95，那么性价比就是最高的了。下面我们来谈谈基于实战效果，专项加成厉害吗？应该加到多少呢？刚才已经看到了速度值的影响，还有体能值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比较关心的梅西紧密控球101的效果。紧密控球影响的是从低处开始加速带球的能力，紧密越高，带球启动就越快。测试的思路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出态，具体是开球的时候往回加速带球，这个测法非常的精密。注意这里是紧密控球都为101的时候，测试结果的叠放，我们可以看到2次完全是重合的身影，说明了实况里面随机性是不大的，稳定的出态，稳定的条件就会有稳定的结果。下面我们来看看紧密控球再到101对比99有什么效果。可以看到现在身影完全是不一样了，条件的轻微区别导致了结果的不一样。放大点放慢点来看一下，在带球启动之后确实有那么略微的一点先后的区别。那我们就拿跨过中线圈的这一刻来对比一下，这是紧密控球101的，这是紧密控球99，再反复对比一下，
其实这个差距比我想象中要大了，毕竟刚才速度跑半场才只差那么1/60秒。当然要说明这里是2点紧密控球的区别，而且因为梅西接的是队友的传球启动，所以这个优势也有2点控球值的功劳，因为接球转身是要看控球的。而且如果再看后面的话，他们的身影也基本是重合的了。所以说到底，游戏里面1点2点能力值确实挺难让人察觉到的。那如果说就是那一帧的区别影响了某一次突破能不能过去的判定，那这件事也说不准，毕竟竞技体育赢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差距嘛。像速度值、传球值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部分的分析结论如图所示，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能力值从99加到100加到101，那2点能力值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像速度值还会受收益阈值的影响导致收益降低。那么相比而言，还是加速和盘带3项的加点收益会比防守能力值的效果更为显性。那么关于视频一开始的那4个问题，我总结出了答案如下，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最后我对这一种新卡种来一个评价，很显然就是 ST 新卡，因为 ST 新技能不疼不痒的表现， ST 卡已经成为了玩家避坑的风向标，所以呢现在推出了这么一种专项加成的新卡种。这个新卡种其实解决了2个之前的痛点，第一就是之前的 ST 技能说的不清不楚，这么一来玩家就没有直观的感受，而且不说清楚还很容易在后期的版本中被暗改回来。第二，之前的 ST 技能卡基本都是给那一些并非顶级的球员，出一个 ST 姆巴佩就不会给 ST 技能，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跟 BT 卡形成一种差异化竞争，让玩家2头都克。但很快大家都看清了，综合能力强才是真的强，单凭某一项技能其实是无法拯救一张球员卡的。也就正如现在这个专项加成卡，加2点其实实际效果并没有说很大，但是梅西、卡洛斯、内斯塔还是值得抽，因为本身这些卡就是综合实力很强，即使没有专项加成突破100，也是毫无疑问 T0 级别的卡，何况这几张卡还是恒定的 B。 另外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现在能突破了100之后能不能突破110，这就不好说了。而且从游戏的 OA 设计来看，显然之后是要出一些新的专项加成，在某种条件下激活的，有可能加成更多，甚至有可能影响到队友。如果有一天实况足球能力值上了120，记得回来这个视频留言。那么好，本期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